在完成超级快打旋风 2X 后，快打2系列的开发暂时告一段落。当时整个制作团队，尤其是负责编程的成员，已经对不断修改和扩展快打2的内容感到疲惫。进入到开发超级快打 2X 时，程序员甚至已经混乱到搞不清楚自己写过的代码。就在大家都想摆脱快打2的束缚时，一项全新的游戏企划被提上了日程。时间回到1994年，那时的伊京野英昭还是一名新人，他每天都会提前30分钟到公司，打扫完卫生后开始玩 Neo Geo 的游戏。对他来说，玩 Capcom 的游戏是工作，而玩 Neo Geo 则是工作之外的娱乐。一天，身为他上司的传水技校拍了拍他的肩膀，问他是否想参与一个新项目 Street Fighter Classic。因为当时是任天堂 SFC 的黄金期，所以项目名称是为了呼应主机的英文缩写，就连企划书上都写着 SFC。与此同时，入职仅2年的画师 Bangas 重绘了初代快打旋风的角色插画，开发组便开始讨论是否能以这些插画为基础制作游戏。于是，一位资深员工开始负责故事设定，传水技校则担任总制作人，把控整体方向。因为这个项目还没有专门的企划人员，传水便问伊京野是否愿意参与。刚进入公司1年的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除了新人，还包括一些来自异形大战提水战士开发组的成员。而这个企划最终演变成了快打旋风 Zero。在这个时期，公司的核心开发人员都被调到了快打旋风3的开发组，但这也导致了其他项目人手不足。虽然当时号称最强的2D 格斗机版 CPS2 已经推出，但公司还保有大量 CPS1 基板，于是公司要求用 CPS1 开发一款新游戏来消化库存。令人意外的是，快打 Zero 在发售前引起了很高的关注，开发组因此被临时通知，新作要改在 CPS2 基板上发售。角色的点阵图采用了和《魔域幽灵》相同的动画风格，这样既方便统一人物画风，也减少了绘图员的工作量。简化过的角色设计更容易加入动画帧数，从而实现更流畅的动画效果。传闻最早提出使用动画风格的是冈本吉崎，而快打灵魂人物之一的安天朗则表示反对。他多年后表示，如果当时不用动画风格绘制，可能销量会更好。不少老玩家也对新画风持保留意见，因为游戏的美术素材在正式开发前已经按照 CPS1 的标准制作，所以快打 Zero 在 CPS2 上的画面效果，尤其是背景的用色和细致程度很一般。因为原定是要移植给 SFC 的作品，所以向 CPS2 的移植并不困难。CPS2 基板当时是以租赁形式提供，租期结束后会被卡普空回收，本作使用的就是这批回收的基板。可由于游戏受欢迎，卡普空后来又推出了新的租赁版，导致基板数量几乎没有减少。不过这些基板最终成为 Zero 2等作品的基础，间接延长了 CPS2 的生命周期。如果没有快打 Zero， 后来很多经典的 CPS2 游戏可能就不复存在了。当被问到 CPS1 基板的处理方法时，销售部门表示可以通过新作的收益来弥补库存的损失，并打算直接丢弃这些老基板。然而就在大家以为问题得到解决时，卡普空的高层突然下令禁止丢弃基板，于是销售部门再次请求为 CPS1 开发一款新游戏。感到被戏弄的冈本吉崎断然拒绝，最终想出的解决方案是推出 CPS Changer， 这是一款将 CPS 基板改造为家用机的设备，类似于 SNK 的 Neo Geo。CPS Changer 加上快打2 Dash 的套装价格为34800日元，游戏的定价也相当高，导致销量惨淡。快打 Zero 的 CPS Changer 版被当作主推软体，但由于高昂的价格和时代背景， CPS Changer 未能达到清理库存的预期目标。当时卡普空的格斗游戏给人的印象是较为硬核，而 SNK 的作品则更容易被接受。经常玩 SNK 游戏的伊京野英昭希望在新作中做出一些改变。其实卡普空最初开发快打 Zero 的目标并不是为了盈利，
主要是为了解决库存问题的同时锻炼新人。由于当时正统续作《快打3》已经在开发中，所以对 Zero 的开发限制不多，给了团队很大的自由。尽管开发时间仅有半年左右，不过游戏内容还是引起快打系列设计者之一安天朗的不满。快打旋风 Zero 中引入了3个等级的超必杀槽系统，超必杀会根据等级出现强弱变化。其实最初的设计中，每个角色只有2种超必杀技，但纯水七笑觉得游戏缺少冲击力，于是某天晚上10点，他突然要求把所有超必杀技改成3段等级。当被问到什么时候提交时，川水给出的答案是明天。于是一京也熬夜制作了一份带插图的规格书，虽然第2天有一半的内容被否决，但 Zero 系列特有的系统就此诞生。Zero Combo 系统是快打 Zero 中的首创，玩家只需按一定顺序按键就能打出连续技。相比 SNK 的4键格斗系统，卡普空的6键设计让很多新手玩家感到难以上手。为了降低门槛，才设计了这个系统，让轻度玩家也能体验到连续技的爽快感。不过这个系统在老玩家中反响平平，续作中没有得到延续和继承。至于游戏的伤害数值，参考了超级快打旋风 2X， 所以伤害值偏高。Dramatic Battle 模式首次出现在快打 Zero 中，玩家可以控制龙和肯联手对抗维加，2人共享体力值。这个模式是致敬快打2动画电影中的一幕。背景音乐则采用了动画电影的主题曲《爱恋心痛与坚强》的纯音乐版。不过由于版权费用问题，只有日版使用了这首 BGM。本作的角色阵容包括10名基础角色和3名隐藏角色，整体阵容相较于超级快打 2X 的17名可选人物略显寒酸。罗斯、纳什和丹是全新的原创角色。引入快打1的老角色是因为前面提到 Bangas 重绘了初代快打人物。至于 Final Fight 角色的加入，则因为曾经是快打8、9的 Final Fight 与快打2共享同一世界观。开发组将 Zero 设定为快打2的前传，并重构了世界观。不过负责过场和台词的村田智生在访谈中表示，各部作品之间存在许多故事上的矛盾，玩家也可以把这些故事理解为平行世界。玩家可以从游戏结局了解到不少新内容，例如肯和伊莱莎就是在本作相遇。说到这里，提下快打2出满中肯的结局。打败维加后，会有伊莱莎跑向肯的动画，但那个外形真的让人不忍直视。其实这个版本的伊莱莎是由一位负责背景美术的女性绘图员绘制，因为负责人物的绘图员实在太忙，而刚好这位绘图员又不擅长画人物，所以才导致变成这样。好在随着后来版本的更迭，伊莱莎才终于变成应有的样貌。来自 Final Fight 的角色中，除了主角之一的盖之外，第2关 BOSS 苏杜姆也成为 Zero 中的可选角色。不过与原作给人的印象偏差很大，他的结局画面很有趣。苏杜姆为了重振消亡的 Mad Gear 组织，召集了过去的手下，并宣布了组织的新名称魔奴异亚。其实这个名称就是日语的 Mad Gear 日语发音改成汉字的写法，日思江写成夜路死苦。在角色阵容已经确定的情况下，突然有人拿来一张酷似龙虎之拳中罗伯特的设计稿，说只用龙和肯 ROM 中空余的部分，不会占用太多空间，能不能加入这个角色？这名用边角料制作的角色就是丹。为了体现他作为普通格斗家的特点，特意把他做得很弱，除了一个专属的姿势，其余动作都套用了龙和肯的动画。直到 Zero 2，丹才有了自己独立的招式和动作。对丹决定道服颜色的时候，设计师直接问伊丁野什么颜色看起来最弱，伊丁野毫不犹豫地回答粉色和抹茶绿。道服的颜色就这么简单的决定了。至于他唯一的专属姿势，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丹的动作几乎与龙虎之拳2中的板汽油力一模一样。
不过由于担心会造成不好的影响，这个姿势被设置成只有在无伤状态下获胜，且只有256%的几率才会出现。根据船水技校的说法 ，SNK 某员工看到单后，表示这个仇一定要报回来。不过早在快打 Zero 之前的 KOF 解4最终 BOSS 卢卡尔收藏的败者铜像中，有不少看着眼熟的角色。所以究竟是哪家先发起了这种恶搞挑衅的呢？快打旋风 Zero 在发售后被移植到了 PS、SS 等平台，但唯独没有 SFZ 版。甚至在2001年 ，Ice Street Fighter Alpha 之名在北美发行了 GBC 版。相比早年 GB 上的快打2，游戏除了角色尺寸小以外，尽量还原了游戏的精髓。要是当时能推出在 GBA 上，可能会更好。此外，除了游戏本身，还有过一些周边产品推出，例如收集卡片，不过具体玩法不明。1996年3月25日，继承大量前作要素的快打旋风 Zero 2在街机平台发售。由于前作的 Zero Combo 系统使游戏对战套路变得单一，川水机校希望 Zero 2在保持对轻度玩家友好的同时，也能让老玩家体会到游戏的深度。本作在平衡性上也做了更多优化。当时还是新人的石泽英敏作为培养对象之一，被要求提出一份新企划。Zero 2中的核心新系统 Original Combo 出自他和剑高克制持续优化了4个月的企划书。OC 的效果有些类似于快打3中阴的幻影阵，具有发动瞬间无敌、蓄力技无需蓄力等优势，但也伴随着无法防御、无法后退的限制。不过当这份企划交给程式员时，最初的回应是做不了，这让川水机校回想起超级快打 2X 开发时的情况。当年程序员也曾表示 Super Combo 无法实现，川水机校只能让他想想办法，最终 OC 系统还是得以实现。不过在这期间，反复的调整、频繁出现的 bug 以及大量的测试工作，让负责开发的成员吃尽了苦头。最早 OC 的设计是发动后预先输入指令，然后再反映到对战中，而另一个设计是即时输入。因为无法确定两者间的优劣，所以在试玩调研时准备了2个版本，结果实时输入的版本更受欢迎，这才保留到正式版中。Zero 2街机版发售5个月后，升级版的 Zero 2 Alpha 上市。因为 Zero 2的开发时间较短，很多内容都没能及时加入，比如戏剧性战斗模式、生存模式等，这些在 Zero 2 Alpha 中得到了补完。另一个亮点是加入了美版 Alpha 中的隐藏人物沙翼龙，对游戏的平衡性也再次进行了调整。本作的可选角色数量达到了18名，5名新角色中，鹰在本作首次出场。虽然现在已经是人气角色，但当时他的设计引发了一些媚宅的争议。鹰的设计者安天朗在被告知可以按照自己喜好设计画好后，却又遭到制作组的质疑。至于出自快打2的达尔西姆和桑吉尔夫，早在 Zero 开发时就决定要加入，但由于时间紧张，担心无法做好平衡性调整，才推迟到了本作。其他新角色还有来自 Final Fight 的 BOSS 罗伦特，以及来自初代快打队员。最显尴尬的是，许多年轻玩家在见到罗伦特时就不知道他的出处，这让船水技校颇为吃惊。可转念一想，毕竟 Final Fight 是1989年的作品，很多玩家当时还没开始接触游戏。本作花费了前作2倍以上的时间来制作角色，其中单的调整过程最为轻松，因为不论把他做子多弱，总有人会选他。
反而需要注意别让他变得太强。随着开发的推进，但逐渐变成团队缓解压力的调剂角色，不知不觉间为他增加了不少招式和动作。本作中的春丽，除了她的默认服装，玩家还能选择她在2代中的经典造型。本来是为了培养绘制角色的人员，让他参考2代已有内容进行重绘。考虑到加入游戏的话，粉丝应该也会开心，于是春丽就有了2套服装可选。本作的画面相比前作有了显著提升，背景种类也更加丰富。梗的场景中可以看到很多卡普空其他作品里的角色。盖的场景设定在 Final Fight 的 Metro City， 背景中能见到多位 Final Fight 的角色。背景远处的西鲁菲服装店致敬了卡普空1988年的作品 Lost Worlds。在 Lost Worlds 中，商店的店员名字叫做西鲁菲。罗伦特的场景中则出现了“腹肌刺”的字样，这是赤裸裸的广告植入。之前一直希望试着在游戏中植入广告，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直到本作才找到了富士通作为广告主。Zero 2原本还计划加入2v2模式，但由于开发时限等原因，最终未能实现。Loop 中的草地场景和游戏内瀑布场景原本就是为这个模式设计的。Zero 2在街机版发售的同一年被移植到 PS 和 SS 平台，年底还推出了 SFC 版。尽管 SFC 的技能有限，但移植效果意外的好。最初开发团队计划以 Zero 初代为基础，加入少量 Zero 2的要素，以 Super Street Fighter Zero 为题发售。后来因为程式员成功解决了 SFC 上无法还原 OC 的难关，并通过加入特殊芯片解决了新角色的容量问题，于是临时决定以 Zero 2的移植版进行开发。此外，1998年本作还被移植到 Windows 平台，以 Street Fighter Zero as Street Fighter Zero 2的名义将两作同捆发售。This is Street Fighter Zero 3. Street Fighter Zero 3. 快打旋风3 Zero 于1998年发售，继承了前两作的核心系统，并加入了玩家可自由选择的3种战斗模式。Select your fighting style. 首先是类似超级快打 2X 系统的 X-ism， 这种模式攻击力较高，但无法进行空中防御，也不能使用 Zero Counter， 能量槽只有一条，只能释放一种超必杀技。其次是 Z-ism， 它基于 Zero 系列的基础系统，允许空中防御和使用 Zero Counter。能量槽分为3段，玩家可以释放多个超必杀技。最后是 V-ism， 虽然与 Zero 系列的基本系统相同，但无法使用超必杀技，取而代之的是类似前作的 Original Combo， 并且取消了 Zero 2中发动后的限制，使得 V-ism 变得异常强大。这3种模式确立了独特的对战风格，也让觉得前两作深度不足的老玩家感到满意。本作取消了前作中的自动防御模式，取而代之的是 God Crush 系统。在开发团队内，有不少成员坚信超级快打 2X 是最棒的系统，对于是否保留 Original Combo 上产生过争议。看到这种情况，船水技校决定干脆将超级快打 2X 系统直接加入到 Zero 3中。与此同时，他把 Original Combo 系统独立出来，并在中间加入 Zero 系列的基础系统作为标准模式。这种尝试也只有在外传作品中才能实现。其实这个想法最早可以追溯到超级快打 2X 的开发时期，但当时最终被否决了。在角色数量方面，本作拥有当时系列作品中最多的角色。由于 ism 系统的引入，作为游戏规划的太田直人为了测试方便，特意为所有角色制作了一份详细的 ism 组合表，届时请来其他成员帮忙测试。由于游戏内容庞大，测试过程花费了极长的时间。他还表示，从制作者的角度看，虽然 ism 系统非常有吸引力，但它就像一个不该轻易触碰的禁断果实。虽然开发过程非常辛苦，
但最终制作出了与 Zero 1和 Zero 2有所区别的全新 Zero 系列作品，整个开发历时约1年零3个月。在音乐方面，本作的所有角色 BGM 都偏向电子乐风格，编曲时故意加入了金属敲打声、鸣笛等一些不常见的音效，舍弃了前2作基于原版的改编方式。虽然整体曲目节奏感较强，却也无法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本作中，每个角色大约都有30条左右不同的胜利台词。负责过场和台词设计的村田智生最喜欢的角色是来自 Final Fight 的柯迪。当他第一次看到柯迪的设定图，就已经大致想好了台词的方向。虽然柯迪在游戏中被视为英雄，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他在游戏里打了那么多人，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一种犯罪。当然，也有许多玩家对柯迪后来成为囚犯的设定感到不解。其他角色的台词都需要村田绞尽脑汁去想，而柯迪的台词他足足写了70、80条，从中严选后再加进游戏。维加的超必杀技 Psycho Crusher 几乎占据了3倍的荧幕空间。因为是在企划书上有明确说明，装饰员只能硬着头皮做下去，这也成为他在本作开发中最有成就感的工作内容。本作所占据的容量也是 CPS2 上最大的，鲁成氏就表示，之前的游戏几乎不需要考虑容量压缩的问题，而这次则花费了很大功夫才将内容压缩到合适的大小。就在这时，团队又接到要加入隐藏角色的通知。这样一来，他们反复压缩调整，好不容易才将所有内容塞进 CPS2 基版里。最终街机版的可选角色高达28人，许多来自快打2的角色受到了玩家的欢迎，无视完善的 Final Fight 和快打2角色的故事设定。在新角色方面 ，Rainbow Mika 是一名新人假面摔跤手，他非常崇拜桑吉尔夫的名七川美华。神月卡琳则出自漫画《小樱会加油》，是神月财阀的大小姐。为了突出她作为鹰对手的设定，游戏中特别将她的校服改为红色，与漫画中的设定不同。朱莉和朱尼则是维加亲卫队成员，招式与加米类似。朱莉的真实身份是曾被维加绑架的茱莉亚，她是替霍克青梅竹马的恋人。本作先后移植到了 PS、SS 和 DC 平台，并在原有基础上加入了额外内容。所有快打2中未登场的角色悉数回归，另外还新增了沙溢龙和真好鬼。家用基版独有的世界巡回赛模式，让玩家在指定条件下战斗，并习得不同的特性。玩家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特性配置。Zero 系列一直以为家用机移植为前提进行开发。由于本作上市前的1997年，卡普空推出了大量格斗游戏，反而让玩家感到无从选择。因此，在本作街机版推出时，特意减少了机台的出货量，以避免机台过度饱和。2001年2月，快打旋风 Zero 3 Upper 上市，基版从原本的 CPS2 改为世嘉的 Naomi 基版。除了新增角色外，许多原版问题也得到了修正。不过，由于是用 Naomi 基版模拟运行 CPS2 系统，导致游戏有1帧的延迟输入。Zero 3 Upper 还在2002年被移植到了 GBA 平台，保留了家用基版的所有角色，并追加了3名新角色：因、伊格尔和真纪。尽管移植保留了大部分内容，但由于容量限制，世界巡回赛模式被删除，部分结局和背景也有所删减，语音大幅减少，甚至连每局开场的语音都没有保留。再加上操作上的不便，虽然这次移植非常用心，但整体体验不佳。作为 Zero 系列的最终作，2006年，本作以 Street Fighter Zero 3 Double Upper 为标题移植到 PSP 平台。除了加入 GBA 版的额外角色外，还新增了 Capcom Fighting Jam 中的英格丽特，几乎保留了家用机版的所有内容，同时还引入了新模式，可以看作是快打 Zero 3的完全版。遗憾的是，由于掌机平台的限制，操作手感依然不够理想。
关于 Zero 系列的介绍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坚持看完。其实本有考虑过直接讲开发故事，省略游戏内容的介绍，但那样可能会让没接触过的玩家难以理解，结果就变成了略显拖沓的影片。如果觉得内容还算有意思，请点赞、订阅、转发，让更多人看到我的影片。总之，感谢观看，我们下款游戏再见。2000年8月，作为《快打旋风2》10周年的纪念作品，推出了 OVA 动画《Street Fighter Zero: The Animation》。故事基于 Zero 系列展开，虽然剧情整体表现一般，但作画品质非常出色。2005年，日本制作的动画电影《Street Fighter Alpha Generations》发布，主要讲述了好鬼的过去，并且 Zero 系列的鹰也有登场。可能因为主要面向美国市场，画风与之前的 OVA 差别较大。直到2009年，这部电影才以春丽传 DVD 特点的形式反向输入到日本。美国在1995年至1997年播出的电视动画版本中，也能看到不少来自 Zero 系列的角色，其中鹰的形象一言难尽。Thanks for helping out. It is an honor to help the great Ryu, the warrior I have dreamed of meeting all my life.